当一种致命病毒只在富人之间传染，越有钱的人死得越快，大家还会梦想着变成有钱人吗？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部设定奇特、由饥饿站台导演制作的科幻末日芯片财富流感。女主丽莎是一名非常精明的投资人，虽然称不上榜上有名，但也达到了拍卖会上随手一挥，花掉200万英镑也不心疼的程度。这天，她坐富豪安排的私人飞机去参加一次秘密投资会议，飞机上同行的还有另一个富豪。男人对丽莎感慨到：“那个谁才40岁就死了。”丽莎听了也露出惊讶的表情：“什么？原来死的那个大富豪是他啊？这么年轻就没了？”男人笑着说：“是啊，他走了以后，我在福布斯排行榜上又前进了3个名次。”此刻的他还不知道，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，牙齿变得越来越锃亮，虽然看起来很突兀，但丽莎也没觉得有什么，以为富豪是镶了一排钻石牙，殊不知这其实是财富感染的前兆，排行榜越靠前的人死得越快。1天后，秘密投资会结束，丽莎返航的时候翻了一下新闻，发现短短2天死了几个顶级富豪，有传言说似乎是一种病毒在有钱人圈子里传开了。丽莎此刻内心稍稍有些不安，但又觉得自己攀升的机会到了，毕竟这种传言听起来很荒谬，还是专心搞钱要紧。然而当她刚在慈善拍卖会上花200万英镑买下一幅油画时，怪事就发生了。她留意到一位银行家的牙齿也变得闪闪发光。疑惑之际，大厅那边传来一阵惨叫声，首富先生突然发生癫痫，没一会便暴毙身亡。消息传开后，社会上充斥着各种传言，有的说这是有组织对富人的预谋，有的说这是只存在有钱人身上的感染。无论这些传言是真是假，当下最害怕的当然是有钱人。丽莎内心有种隐隐不安的感觉，直至她在跟这个富二代谈生意的时候，男人的牙齿开始还是正常的颜色，但谈着谈着牙齿变得越来越亮。她这才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可怕性，因为她很清楚这些人的资产排名，从刚才暴毙的首富到银行家，再到这个富二代。丽莎察觉富人死亡的顺序是按排行往下延伸的，尤其是当秘书告诉她，刚刚她的股票又增长了11个亿的时候，她觉得自己距离死亡也不远了。随着大批首富的死亡，贫困的百姓开始游街庆祝，各大城市乱成一团，导致机场大部分飞机也停运了。为了避难，她让秘书订一台私人飞机去母亲家，毕竟现在丈夫和女儿都在那边。她回家打包了一些贵重财物，准备逃亡。站在镜子前时，还不自觉地检查了一下牙齿。打开门是3位戴防毒面罩的军人，对方称他已经被列入特殊保护名单里，可以带他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当然，如果他不想跟过去也可以，但是必须居家隔离。丽莎嘴上说着要跟这些人走，给他点时间收拾行李，转头却带着珠宝首饰跳窗逃了出去。在商场打滚多年的他很清楚，这个时候不能相信这些人，所以他打算靠自己的方式逃走。很快他来到了秘书给他预定的私人飞机，说私人飞机，实际上是一大帮富豪一起租用的破飞机，因为当下形势太乱，他们能租到的飞机只有这个。Get that dog away from me. Animal spread disease. There's no worse animal in this world than a man with no manners. 登机前，丽莎告诉秘书，她跟丈夫在打分手官司，丈夫惦记着她的财产，她希望将这份资产转到秘书身上，只要她现在在文件上签字就可以了。秘书虽然很忠诚，但他不是傻子，他知道签字意味着什么。秘书没有说半句话，默默退了下去，而丽莎也只好无奈登上这台逃亡的破飞机。然而飞机刚起飞不久，病毒就在飞机上传开了。刚才那个暴躁的富豪还在跟其他人吵架，可吵着吵着他的牙齿就变亮了，机舱内顿时乱成了一锅粥。有人打开了舱门要将他弄下去，男人死死地拽住老妇人，结果被人在背后踢了一脚，老妇人也被一并踹下了飞机。与此同时，全球多个地方发生动乱，豪华轮船大爆炸，富人区大批量烧毁，有些是动乱打砸抢导致，有些是富人为了减少资产自己放火烧的。6小时后，飞机抵达目的地，丈夫开车接走丽莎。丈夫说现在丈母娘住的那里不安全，丈母娘和女儿被送到了一个山区里避难。就这样，丽莎也被一并送到了这个地方。可惜安宁的日子还没过上2天，他们就被告知有人发现了这个地方，大批量的难民正往这里涌过来，不得已他们只好坐船前往更远的坦桑尼亚。因为丽莎的母亲有朋友在那隐居，至少一家人能在那过上耕田种地的生活。然而小船在海上漂了1个星期，好不容易快要到达坦桑尼亚时，他们才发现前往这里的富人并不少，原本的难民区一下子变成了富人区，换句话讲，这个地方也变得不安全了。为此，丽莎让船家调转方向前往利比亚，因为此前她听另一个富豪说过，那里有非常贫穷的难民区。虽然他们的目的地要去贫穷的地区，但这里有一个特写镜头，丽莎不安的时候会不时摸着她那块珍藏版金表，显然她的内心放不下富人生活。深夜有船员发现了一位漂流者，大家协力将这位黑人女孩救了上船。黑妹说她漂了3天，见过无数条船路过，却只有他们援救了她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突然一艘当地的民兵船追了上来，男人问他们是过来干嘛的，夫妻俩连忙解释自己是欧洲来的难民，听说你们这的人很热情好客。殊不知男人说，我们这不接受难民，更别说欧洲人了，你们没资格进入利比亚。就这样，他们这艘小船被连夜拖到了另一个地方。
清晨抵达了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，一家子被野蛮地推下了船，让他们自己爬上岸。丽莎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辛苦攒下的财富竟会让一家人落得如此境地。小岛上立着一个破烂的牌坊，牌坊背后的小牌上写着：“这是为死去和失踪的难民建造的纪念碑。”小岛上搭建了很多帐篷，里面住满了难民，也不知道这些是战争难民还是富人难民。总之，每个人都很饥饿，争先恐后的抢夺救济的干粮。丽莎一家人捂着鼻子不敢上前抢食物，只有被救下的小黑妹妹上前帮忙抢了一些水和面包。之后，他们向这里的管理者请求帮助，问有没有船只安排送到另一个地方。这里实在太脏乱差了。男人表示他们这里只负责接纳非洲难民，对欧洲难民不负责任。丽莎解释到自己曾为非洲做过很多慈善，难道一点意义也没有吗？男人表示爱莫能助，哪怕是一个帐篷和一点食物，他们也不能为丽莎一家做出安排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跟着黑妹一家一家的走访，希望能有人好心帮助他们。可这种环境大家自己都顾不上了，谁还会理会他们？直至黑妹找到一户同乡，好心的老妇人分了半截饼干给他们。这个场景真的有够讽刺，曾经的富人挥金如土，如今却为半截饼干感激的流泪相拥。没多久，丽莎发现认识的富豪光头也在这。丽莎说：“听说明天有船能去的黎波里，你知道非洲的消息吗？”光头说：“贫穷的国家在抵制，而那些富人跟你一样坏，你想逃离这里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到达那的话，记住找个避难所躲起来，再也别出来。”说罢，男人脱下口罩，亮出了锃亮的牙齿。丽莎被吓得脸都绿了，因为她的资产跟这个男人差不了多少，连忙找了个铁锅照镜子，发现牙齿没有发亮，这才放松了一些。深夜，她向丈夫坦白，其实自己积攒的资产很多，之前想转让给秘书，但被拒绝签字。也许过不了多久，我就会染上这种财富病毒。她说了很久，丈夫都没有回应。Looks like you finally have the rich husband you always wanted. 原来丈夫偷偷签下了她那份财产转让书。丈夫说：“虽然我们在闹分手，但是我还爱着你，以后孩子就交给你照顾了。”这里的富人组织起来造了一艘小皮艇，连夜逃离了难民区。而就在他们即将抵达利比亚的时候，一艘快艇直冲而上，将皮艇一分为二，大伙不得不跳水逃跑。丽莎也因此和母亲女儿失去了联系。之后，丽莎在海上漂流了1天1夜，直至被岸边的人发现救了上来。丽莎醒来第一时间冲上居民区，在这个到处有人持枪守卫的地方辗转了几天，直至她的好秘书找到她，她这才寻回失散的女儿。但不幸的是，她的母亲意外去世了。之后，秘书将母女俩带到了一个无人小岛上，为了不被财富病毒感染，这些曾经的富人过上了原始生活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有的人负责捕鱼，有的人负责种地，房子也变成了棕树叶搭建的帐篷。同时，他们身上的小物件也被长老统一管理，避免大家拥有过多的个人财富。日子久了，大家都习惯了这种生活，渐渐的脸上展露出纯真且幸福的笑容。唯独丽莎闷闷不乐，整天挂着个黑脸。一段日子过后，长老按功劳分配小物件，贡献大的人先挑选喜欢的物品。看着前面的女人拿走了自己的金表，丽莎的表情很不爽。而到了她的时候，她选了一把磨刀，空闲时间就在沙滩上挑选漂亮的贝壳，用磨刀将贝壳打磨光滑，直至贝壳攒到一定的数量。她找到了戴手表的女人，提出用贝壳换取手表。要知道，人类最原始的货币就是贝壳。看来她始终没放弃金钱的生活。